赵瑜创业5年，我陪他在狭小的工作室吃泡面，在酒局陪酒喝到吐血。终于他成了风光无限的商圈大佬，却在我生日那天和白月光滚在了一起。我马上就要和一家集团达成合作，陈一绵，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了。赵瑜旁若无人地亲了亲白月光的侧脸，半个眼神也没有分给我。我面无表情地给我弟发消息，跟赵瑜公司的合作取消。他不知道，他做梦都想合作的公司是我家的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你有什么要狡辩的吗？我平静地看着床上赤裸的两人，赵瑜一惊，拿起酒店被子，紧紧地裹住自己和白月光的身体。他避开我的眼神，沉默了下，说：“陈一绵，我们分手吧。我马上就要和一家集团达成合作，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了。我会给你一笔分手费，1000万，足够养你和你那不学无术的弟弟一辈子。”我有些好笑，1000万，连我弟赛车的一个轮子都买不起。很显然，这句话被他们当成了嘴硬。林婉意没骨头似的靠在赵瑜怀里，娇滴滴地欣赏自己的美甲。陈一绵，你强行挽尊的模样真是让人心疼。赵瑜闭了闭眼，再加1000万，算是对你5年陪伴的补偿。以后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说完，赵瑜旁若无人地亲了亲林婉意的侧脸，半个眼神也没再分给我。好啊，赠与协议也别忘了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很快他就会后悔自己拿钱砸人的毛病了。接着，我面无表情地给我弟发了条消息，跟赵瑜公司的合作取消。接着收了手机，冷笑着踢开一地的衣服。行，分手就当我5年喂了狗。我和赵瑜是在大学认识的，他是寒门贵子，我是一家集团的千金。刚来大城市的赵瑜身上有股不服输的拼劲，穿着漂白的旧衬衫也丝毫不影响他优越的长相，一身脊梁骨挺得很直，像是怎么也压不弯。我喜欢这种与京圈大少爷们截然不同的气质，于是隐瞒身份向他表白。他说他想创业，我便天天跑到他租下来的破工作室帮忙。整个工作室的人晚饭都是泡面，只是赵瑜会给我多煎个蛋。他要应酬，我就陪他一起，不过高估了自己的酒量，回家路上腹部剧痛，直接吐血。赵瑜在医院拉着我的手，红着眼睛说：“以后他有钱了，一定不会让我再吃这样的苦。”在我有意无意的扶持和他自己不要命的工作下，公司很快发展起来。有一天，赵瑜突然告诉我，他给公司改名了，就叫瑜意。我笑他幼稚，这么大人了，起个公司名字还藏这么多小心思。然后抱着他又笑了好久。瑜意，赵瑜，陈一绵，真好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瑜意的意是林婉意，赵瑜的白月光。出租车不耐烦的鸣笛声使我脱离回忆，我顺手拦下一辆，去第2人民医院。好嘞，司机豪爽应声，听口音像是东北的。他熟稔地问：“小姑娘看病还是探望亲人呢？”探亲，提到这个我就来气。父母退休跑去钓鱼后，一家集团主要都是我在管理，陈宇家辅助。结果我那愚蠢的傻弟弟，大晚上跟别人出去飙车，说什么青春没有售价，飙车不想回家，结果把自己飙进医院，轻微脑震荡加右臂骨折。到了医院，我向前台问了下病房位置，抬脚准备走，身后响起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：“陈一绵，你怎么在这？”我头都不回：“你认错了。”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快速接近，
一双干瘪如柴的手狠狠掐住我的胳膊。好啊，陈一绵，我儿子刚跟你分手，你后脚就找到男人了是吧？林梅芳显然是刚刚听到我要去探望一个男病人，不管3721，提声怒骂。我冷冷转过身，林梅芳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。林梅芳朝着我的脸狠狠啐了一口，呸！还敢直接叫我名字，教养都被狗吃了。小贱蹄子刚分手就来看男人，还敢说不是提前勾搭好的？你是狗吗？见人就吐口水。我忍着怒气擦掉脸上黏腻的口水，恶心的不行。没事就让开。赵晴晴上前2步，陈一绵，你吸我们家血这么久，还敢对不起我哥？把我哥给你的分手费交出来！林梅芳眼中贪婪一闪而过，嗓音尖细刺耳。没错，我赵家的钱你一分也别想拿。他的视线停在我颈间的翡翠项链，二话不说伸手抓来。这是他送你的吧？给我。长长的指甲抓到我的皮肤，我狠狠推开他。滚！林梅芳一愣，顺势躺在地上撒泼打滚。大家来评评理啊！这贱人红杏出墙，还敢打人！抱着吃瓜的心思，不明所以的人渐渐靠了过来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你在胡说什么？熟悉的声音带着怒气在人群外响起，人们自动让出一条路来。陈雨佳虽然缠着绷带，但气质低沉冷冽，凡是和他对视的人都不由得低下了头。林梅芳来不及奇怪，见其他人好像被他镇住了，于是扯开嗓子哭喊：怎么你们姐弟要联合欺负我们母子俩吗？医院不是你撒泼打滚的地方！陈雨佳沉下声，把他们拖出去。不知从哪窜出来几个保安，飞快地将母女俩带走。林梅芳一边挣扎，一边拳打脚踢的怒骂，可惜无济于事，没人会帮他。赵晴晴从没被人这么羞辱过，眼里快要冒出火来。陈一绵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去告诉我哥，你死定了。好啊，我等着。我冷淡道。俩人走后，闹剧渐渐平息。陈雨佳看着我，叫了声姐。你不要因为赵瑜那个渣男难过，我已经按你说的断了和他公司的合作，干得不错。我点点头夸他。赵瑜不是追求门当户对吗？那就让他看看究竟是谁配不上谁。下周妈妈生日，你礼物买了没？处理完正事，我随口一问，早买过了。姐你呢？我明天下午去妈喜欢的那家首饰店看下，他们家店长跟我说上了一条限定款项链，送陈雨佳回到病房。我离开了医院，手机上一个熟悉的号码响个不停，我故意亮了一会儿，终于按了接通。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：陈总，我们的合作不是说好了吗？怎么突然？赵瑜，我出声打断。电话那头静默了一瞬，接着语气明显变差：怎么是你？我还不想这么快暴露身份，于是骗他，我偷偷改了你的通讯录备注，很遗憾我不是你那个陈总呢。你，赵瑜怒火中烧，半晌才勉强找回一丝理智。陈一绵，你真令我失望透顶，一个出轨的男人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讽刺一笑，挂断电话。少来对我指指点点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处理完公司事务，就去了珠宝店。店员一看见我便眼神一亮，露出笑容：陈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上次您喜欢的那对耳环，我们又找原设计师设计了同系列的一整套，您要不要看一下？我轻点头，把那条限定的绿玛瑙项链也拿出来看看。店员飞快的应声，笑容更大了。就在我试戴的过程中，身后传来一阵哒哒的高跟鞋声，一道身影最后停在我面前。林婉意挑着细长的眉：陈一绵，怎么是你？
他的视线落在我身旁摆放的一堆还没试完的首饰上，对着店员说：“你看他像是买得起这些珠宝的人吗？赶紧把他们放回去，省得沾染上了穷气。”店员冷汗都要下来了，低头想为我辩解：“陈小姐她……”我示意她不用说话，指了指脖子上的翡翠项链，这一条6000万。林婉意一愣，接着止不住的大笑起来：“陈一绵，你真是不害臊！这条马眼石翡翠项链全球仅此一条，早就被一家集团的大小姐买去了。你怎么好意思拿个高仿出来炫耀啊？难道是因为你们都姓陈这一点给你的自信吗？”看来那次拍卖会上林小姐并没有出现，否则也说不出这样一番无知的话来。我慢条斯理，不过以林家的产业，确实也没资格进那种规格的拍卖会。林家这么多年做梦都想挤进顶层圈子，如今被我戳中了痛处。林婉意面色难看，伸手朝我打来：“闭嘴！”我抓住他的胳膊，让他动不得半分，目光却被他手腕上的一个银镯子吸引。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露出得意的笑：“赵瑜给我做的，好看吧？”我盯着银镯子上熟悉的由我和赵瑜一起设计的刻纹，语气不明：“他还是这么爱你呀，连我的东西都迫不及待的要送给你。这个镯子是我和他一起设计的，明明打算今年就找人定制一对出来。”赵瑜却突然告诉我，图纸不见了。他当时眼眶通红，愧疚的样子。我还安慰他许久，没想到现在却出现在林婉意手上，真是讽刺。5年前赵瑜跟我在一起时，从没隐瞒过林婉意的存在。我也不把赵瑜这位嫌贫爱富、看不上穷小子的白月光当回事。我想我陪他这么久，就算白月光回来又怎样？赵瑜不会喜欢他的。事实证明我错了，在他的心里，不管林婉意当初是怎么抛弃他的，他都爱他。我在他生日那天做了一大桌菜，忙了一下午。林婉意只是哭哭啼啼，一通电话打来，他就抛下我冲出了门。我看着冒着热气的饭菜一点一点凉透，最后一口没吃，将它们全部倒掉。我在客厅等了一晚上，赵瑜彻夜未归。第2天他回来看到我还在客厅，穿着昨天的衣服，明显一愣，抱着我愧疚地解释：“林婉意发烧了，她在这里没有亲戚朋友，我就是单纯去照顾一下。”或许他都不知道自己衣服上属于女人的香水味让他有多不可信，但我还是轻轻点头，选择相信他。然后他一次又一次为了林婉意抛下我，他和我记忆中的少年越发陌生。我也厌倦了这段几近崩溃的感情，准备提分手，刚好碰见2人开房，就在他们房门口等着。估摸着差不多后，就踹开门，上演了一出捉奸大戏。说实话，倒也没那么难过，毕竟早有准备了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人能变化这么大？我陪他5年，比不上抛弃他的白月光的一通电话。思绪回神，我垂眸甩开林婉意的手，林婉意露出讨人厌的得意笑容，纤纤玉手指向我挑的珠宝。这个我要了。店员战战兢兢去了我一眼，双腿甚至开始打颤。我抬了抬下巴，把这些都包起来，结账。好的好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林小姐，是陈小姐先来的。店员麻溜地带上首饰，溜到收银台。别硬撑了，这么多珠宝你买得起？林婉意阴阳怪气。是啊，我买不起，你赶紧走吧。再多待1秒，我就要露馅喽！我掏出银行卡，轻松付款。林婉意刚说完就被打脸，阴晴不定地站立良久，直到我离开之际，夹枪带棒地嘲讽一句：“还以为你多有骨气呢，
结果还是拿了赵瑜的分手费。我接过装着首饰的袋子，从林婉意身边经过，偏头慢悠悠一句：“他那点钱我不稀罕，我和你不一样。”林小姐，我刚回到家，一通电话就拨了过来，是赵瑜，想看看他还能讲出什么无理的话。我点了接听，对面劈头盖脸的一顿冲：“谁给你的胆子这样对我的家人？婉意还说你故意抢了他看上的珠宝，你要想拿到那笔钱，立马去给他们道歉，我就考虑让秘书转账给你。”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电话那头一静，随即声音更冷了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笑，抠男还想装霸总，我当年怎么会看上你啊？我漫不经心打开首饰盒，挑起一条银色项链，对着明亮的灯光细细打量。算了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给我诚心道歉，我就勉强接受。我也没有对你赶尽杀绝的打算。周六的宴会对你来说很重要吧？赵瑜冷笑，没想到你连这个都打听到了。那又怎样？想捣乱，你连宴会大门都进不去的。我平静道，确实想捣乱，太碍眼了，以后都不是很想再看到你了。陈一绵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一分钱都别想拿。说完，赵瑜挂断电话。我愣了愣，这就是我喜欢了5年的男人，连2000万的分手费都想找个由头赖掉，我还真是猪油蒙心，蒙得彻底。电话另一头，一旁的林婉意靠在他肩上，不高兴地问：“他这么有恃无恐，难不成真傍上什么大人物了？管他呢，等到宴会我重新夺回与陈家合作的项目，他后面有谁都不好使。”赵瑜信心满满，只要等到那天，赵瑜心里似乎已经想到美好的未来。时间说快也快，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周六。陈宇家的胳膊还没好，就没让他跟我一块去宴会。说是宴会，其实是将各方大佬聚在一起，合作的合作，炫耀的炫耀，要抱大腿的也照来不误。虽然名义上是江家起的头，但主导者还是陈家，毕竟一家集团的合作项目，任谁都想来分一杯羹。我简单换了身衣服，开车去了宴会厅，在门口出示了身份证明，很容易就进了大厅。金碧辉煌的建筑看得人目眩神迷。我没有走到大厅中心，反倒是静静隐匿在角落，白色礼帽遮住半张脸，低着头听着赵瑜不大不小又得意风发的笑声。过了一会儿，视线里出现一双黑色皮鞋，熟悉讨厌的声音此刻彬彬有礼：“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这位小姐。”我勾唇摘下礼帽，愉快地欣赏赵瑜惊愕的神情。“不是早就认识了吗？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”赵瑜脸色和锅底一样黑：“走大门进的呀。”我笑着刺激他：“不欢迎啊！”赵瑜说话时没有刻意压低音量，引起了大厅内不少人的注意。门口的保镖也注意到了，虎视眈眈地朝这边靠近。赵瑜冷笑道：“那你就怎么来的，怎么回去？”他高声道：“这个人是偷偷混进来的，把他赶出去。”保镖一听，神情一震，立刻摩拳擦掌走向我。领头的那位身材高大、极具压迫感地站在我面前，眼里带着轻蔑：“请。”见我不动，他加重语气重复一遍。我真的有点厌烦，早知道就不隐瞒身份了，现在见个人就要自证一番，也太麻烦了。我将请帖丢给保镖：“自己看。”保镖的神情从满不在乎逐渐凝成了惊恐。赵瑜只能看到保镖凝固不动的背影，心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愣着干嘛？保镖颤抖着将请帖送还，抛下一枚重磅炸弹：“请帖是真的，怎么可能？”赵瑜脱口而出，脸上火辣辣的。我的眼神明显地嘲笑他：“赵瑜，
你现在像个跳梁小丑。”正当大厅里的人们为这场好戏议论纷纷，一道苍老稳健的声音传进来：“看来小赵这是桃花惹上门，遇到了麻烦啊。”赵瑜惊喜望向来人：“张老。”老者穿着金贵，光是手中的绅士手杖就价格不菲，一双鹰眼射出令人畏惧的金光。他缓缓开口，居高临下的语气：“今天这可是要谈正经事情的地方。赵先生一个女人处理不好，我们还怎么谈合作呀？”我好笑地问：“所以？”张老笑容不及眼底，识趣的女人可不会让自己难堪的。他神情倨傲：“张某不欢迎的客人，可不管请柬不请柬的，你觉得呢？”小赵，赵瑜像只得了主人命令的狗，笑得极其得意。把他赶出去。几个保安互相对视一眼，点点头。我站在原地冷冷看着他们。一道洪钟般的声音响彻大厅，怒道：“江家的场子，张先生倒是自在得很，连我专门请的客都要赶。”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。张老微微皱眉，见到来人态度顿时发生180度大转弯。“姜老，你这是？”被称作姜老的人冷哼一声，没理他，朝着我的方向和蔼道：“阿义要过来，怎么也不跟姜伯伯提前打个招呼？”我笑着回他：“您也知道我弟前段时间赛车刚摔到胳膊，这不只能我来替他盯着点项目。”此话一出，原本看戏的人眼神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这圈子多点大，最爱赛车的主，除了一家集团那刚上任的陈大少，还有谁？姜老是何许人也？姜家是和一家集团合作交流最深的家族，此刻却对一个小辈这么客气，而且那女孩还刚好叫阿义。张老显然也想到了这点，右手藏在身后，微微颤抖起来。这是一家集团的那位陈家大小姐。姜老冷冷，一大把年纪，眼神不好也就罢了，还跟着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胡闹。张老只觉膝盖一软，沉，眼前一阵晕眩，张老快要喘不过气来。怎么可能？赵瑜突然爆发，眼睛瞪出了血丝，神色癫狂。她就是一个肤浅又爱钱的女人。我和她在一起5年，她怎么可能是陈家那位小姐？我不信！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骗我？我不信！姜老眼神很冷，瞥了赵瑜一眼。赵瑜就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，发不出一点声音，看起来滑稽可笑。我慢悠悠走到大厅中心，诸位今天都是为了合作而来的，我也就顺便替一家集团宣布一件事：从今以后，一家集团将不会再与余义旗下任何产业合作，与张家只保留一半核心项目。宣布完这个消息，我怜悯地看向赵瑜，失魂落魄，脸色灰败。后悔吗？我轻声笑问。后悔也没用。你说什么？玻璃杯掉到地面，伴着酒液碎裂四溅。林婉义拿着手机，嘴唇颤抖。陈一棉就是陈家大小姐。他用力摇摇头，喃喃自语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林婉义，林父怒喝：别再犯蠢了，赵家已经废了，林家能躲过一劫，你以为是运气好吗？是因为人家根本看不上我们。林婉义从小到大从来没被这么重地骂过，他正在原地，眼泪大颗大颗涌了出来。不该是这样的，她是林家大小姐，他有一个勾勾手就能抛下他女朋友的商圈新贵，他很快会与赵瑜结婚，林家会一步登天，他也将成为万人艳羡的赵太太。怎么会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见到林婉义哭，向来爱女的林父最终还是心软了。你如果还喜欢赵瑜那小子，让他入赘也不。林婉义擦干眼泪，挤出一个笑容。
这件事我自己解决，我也会好好跟陈小姐道歉的。宴会事情结束后，赵瑜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我的日子过得清闲又舒坦。不过也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，我盯着手机上的好友申请，点了同意，备注林婉意，他一言不发，发了一个视频通话的邀请。我也想看看他又想做什么邀，点了接听。这是一个很偏的视角，手机被立在花盆后面，隐秘地拍摄沙发上的两人。有好戏看。沙发上赫然就是林婉意、赵瑜二人。我越发期待他要给我什么惊喜了。赵瑜几天没见，暴瘦了一圈，眼下青黑，胡茬也没剃。他伸手抱住林婉意，语气崩溃：“婉意，我只剩下你了，我只剩下你了。”林婉意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视线却看向镜头，面无表情，嘴里却安慰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有什么比失忆后身边有一朵温柔解语花更让人感动？赵瑜猛地拉住林婉意的手：“婉意，我知道只有你在乎我，能不能求求你爹支持一下我？2年，不，最多半年，我一定能东山再起。婉意，你不是最爱我吗？你说话呀，你快答应我！”赵瑜疯狂摇着他的身子：“够了！”林婉意狠狠推开他，林家保镖一拥而上，将他控制住。林婉意的温情潮水般退去：“赵瑜，我没空陪你东山再起，我身后还有林家，一无所有的只有你。我可以和你同富贵，但不会陪你共患难。”赵瑜不可置信：“为什么你也？”陈小姐。林婉意取回手机，对着镜头，神情真挚：“之前的一切我都很抱歉，也很后悔，我恳求您能原谅我一次。”他说着，眼眶都红了。我微微一笑：“林小姐是个聪明人，我当然相信你很后悔。”声音骤然变冷：“你后悔抢了我的男友，你后悔处处针对我，你后悔出言讥讽我，你后悔与我争夺珠宝。但这一切都只是基于我是那位陈小姐，你不后悔做出那些事，只是后悔对象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，是我。”我每多说一句，林婉意的脸色就白一分。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不过作为让我看到赵瑜这副惨样子的奖励，这次就不动林家。谢谢，谢谢。林婉意和我通话，并没有避着赵瑜。赵瑜哪还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？他被保镖控制着，目眦欲裂。林婉意，你拿我来示好？你……接下来，林婉意直接给了他一巴掌，将他扔出林家，最后礼貌地挂断电话。还真是出情人反目的好戏呀！你快去找陈一绵和好啊！哎呦，别喝了！林梅芳抢过赵瑜手中啤酒，气急败坏。他一定还爱你，你放下身段哄一哄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赵晴晴一边哭一边打他的后背。是啊，哥，你快去啊！我的包包还没买，我下周还要和李家大少爷约会呢。赵瑜又开了罐啤酒，一整罐下肚，醉沉沉问：“我之前给你们的钱呢？”他从赚到第1桶金开始就没停过给家里打钱，怎么说也是一笔惊人的巨款。林梅芳下意识乱瞟，和几个阔太太打麻将。赵晴晴尴尬道：“买包包首饰了。”砰！赵瑜一拳狠狠捶在桌上，将这对母女惊得不轻。从小就这样，赵瑜又灌了口啤酒，感受辛辣灼烧感，恨不得吸干我的血，再吃干净我的肉。林梅芳从惊吓中回神，不满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赡养父母不是应该的吗？”接下来就该哭诉小时候养他是多么多么不易，骂他不孝，说他爹地下有灵，一定会气死。赵瑜面无表情，心想：果然林梅芳又开始了标准的一套流程。
这半个月，赵瑜已经被人生的起起落落磨平了棱角，甚至可以把这些话当下韭菜听了。事实上，从他的公司赚到钱开始，林梅芳就再也没说过他一句。只要他定期打钱，他和赵晴晴好像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绝世好家人，对他无微不至。上一次挨骂应该还是5年前，公司被人坑了，赵瑜正焦头烂额，林梅芳却在这时又打电话来要钱。他解释多少遍现在没钱，但他不信，撒泼打滚，哭天喊地。赵瑜有一瞬间真的想过一死了之，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？赵瑜昏昏沉沉想，哦，是陈一绵。他将他抱在怀里，让他睡一觉，说一切都会过去，都会好的。他只是苦笑，没想到第3天却听到坑他的那家公司涉嫌做阴阳账被端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当时赵瑜想都不敢想的公司主动找来要求合作，他高兴疯了，认为陈一绵就是他的幸运女神。现在想来，原来那时他就开始帮他了。那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？赵瑜又想，答案依旧很简单，简单到哪怕脑子被酒精麻痹，他也能轻而易举想到。因为不甘，他在高中时喜欢上林婉意，林婉意非常直白地拒绝他，给了一个让他无比难堪的理由，因为穷。后来他赚了钱，这件事也一直卡在心头，无法释怀。直到林婉意再次出现，他毫不犹豫答应了林婉意在一起的邀请，好像这样就能找回当年丢失的脸面，展现出来自己是多么强大，多么有钱。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割席，是他自己扔掉了自己的一切。赵瑜醉倒在桌上，口中喃喃：“我真是傻逼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此后张家那老头子看到我姐的表情。”除夕夜，陈雨佳坐在一群小辈中间，眉飞色舞，就跟老鼠见着猫一样，滑稽的不行。哇，姐姐好厉害！小辈们不明觉厉。那是当然，你们是没见过我姐谈判会5小时舌战群儒的英姿，这个我说过吗？小辈们纷纷摇头，一脸好奇。事情还要从新城药剂管理层无理作妖开始。陈雨佳绘声绘色描绘完整个过程，忍不住采访当事人：“是吧，姐？你当时可帅翻了。”姐，我恍然回神。陈雨佳一脸幽怨：“我在传播你的光荣事迹，你怎么能走神？”我将手机放在沙发上，乖乖认错。你继续吧。手机屏幕渐渐熄灭，连同那条奇怪陌生的信息一起。那是一个不认识的号码发过来的，估计是发错了，只有孤零零一句话：“除夕快乐。”忘了，这卡该换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